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梅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国风系列简化拼花开山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区之社进入查看。衣服有3个尺码，不同尺码钩织方法大致相同，只是针数行数等有所不同。衣服包含后片、左右前片、袖子、领边和扣子。先完成各个部分的钩织与拼接，然后钩领边，最后制作扣子。先学习后片，后片分为下摆和身体。首先从下往上钩完身体，然后在下方挑针钩下摆。往后视频主要以中码为例讲解，如果钩织其他尺码，可以先学习方法，再对照图纸钩织。身体是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的辫子往上钩织，结为几行，需要在中间挖领口，两边钩斜尖。这里的箭头表示领边第一行挑针位置，暂时不用看。大家看图解时，按照箭头指向来看。例如，身体单数行都是从右往左看图解，表示在正面钩织；双数行都是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在反面钩织。下摆倒过来看，首先用对应颜色的线进行锁针起针，这里演示用线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起针不要钩太紧，可以稍微松一点，方便后面挑针。小样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起针完成后，开始钩第一行，立3个锁针。算作一个长针，对应倒数第4个锁针。接着在倒数第5个锁针上挑上方1到2根线，钩一个长针。我这里挑1根线钩织。长针完成，继续一一对应钩长针，每次都是挑相邻锁针的上方1到2根线钩织。将这一行钩完。钩完后核对一下针数，加上起立针，总针数应该和起针数一致。我们将第一行此时对着自己的一面作为正面。现在第一行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二行。这一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在反面钩织，先立3个锁针，再钩2个锁针。
也就是开头直接钩5个锁针，翻到反面。在第3个长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。注意，从一行的反面看时，针目是对应左上方的辫子。这是第1个针目。这是第3个针目。5个锁针。下方跳过3个针目，在左侧第4针上钩一个短针。这一行接下来每次都是钩5个锁针，然后下方跳过3针，钩一个短针。按照这样的规律，将这一行钩完。最后一个短针钩完后，2个锁针，然后挑起立针顶端2根线，钩一个长针。第2行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3行，这一行又是在正面钩织，开头连续钩4个锁针，翻面，然后在边缘这个洞眼中钩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。先在洞眼中钩3个长针未完成针。完成后绕线，将线一次钩出。长针3针的枣形针完成，后面简称枣形针。继续钩3个锁针，左侧大洞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左侧大洞先钩一个枣形针，然后3个锁针，同一个大洞再钩一个枣形针，为了方便讲解，不算开头的锁针和这个枣形针，我们将这里钩好的部分看作一个组合，继续钩第2个组合。先钩3个锁针，
左侧大动钩一个短针，再钩3个锁针，左侧大动，同时钩一个枣形针、3个锁针和一个枣形针。第二组完成，按照这样的方法，一直钩完倒数第2个动眼位置。倒数第2个动眼刚好钩一个短针，再钩3个锁针，然后在最后这个动眼中钩一个枣形针，一个锁针，再挑起起立针顶端2根线，或者直接穿入动眼钩一个长针。第3行完成，继续钩第4行，立一个锁针，翻面，在边缘长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减针，也就是在短针两边的动眼中分别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。接着绕线，将线依次钩出，长针减针完成，再钩3个锁针，左侧动眼，也就是枣形针之间的这个动眼钩一个短针。这一行接下来每次都是在短针两边的动眼中钩一个长针减针，两边都要钩3个锁针连接。这个顶端动眼都要钩一个短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继续钩织，一直钩完最后一个长针减针。完成后3个锁针，然后在起立针顶端，也就是第3个锁针上挑2根线钩一个短针。第4行完成，继续钩第5行，立3个锁针，翻面，左侧动眼钩3个长针，这一行接下来每次遇到长针减针，就在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遇到动眼就钩3个长针，
遇到短针，也在短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。按照这样的规律继续钩织，一直钩完最后一个短针位置。现在第5行就讲完了。身体部分接下来都是4行一个循环，也就是重复钩织第2至5行，一直钩完这一段不加不减的行数。钩解行后可以测量一下尺寸，如果与图解标注的相差太多，建议调整手松紧，重新钩织。这一段不加不减的行数钩完后不断线，剩下几行先钩右侧，再接线钩左侧，中间这里不钩。不同尺码这里的情况有所不同，大码这里的图解与中码比较相似，小码这里情况不同。我先以中码为例讲解，然后再讲解一下小码这里的钩织方法。如果钩织中码或大码，不加不减的行数钩完后，先将线固定一下，然后将线过渡到对应的动眼位置。具体位置参考图纸。度线稍微松一点，确保织片平整。开始钩右侧第1行，立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动眼钩3个短针，左侧针目上继续钩一个短针。完成后，左侧动眼钩3个中长针，这个针目上再钩一个中长针。接着对照图纸，在动眼和针目上钩长针，一直钩完对应位置。长针钩完后，钩一个长针与长长针并针，先在这个动眼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在左侧针目上钩一个长长针未完成针，也就是要绕线2圈进行钩织。最后绕线，将线一次钩出。这个就是长针与长长针并针。右侧第1行就钩好了，继续钩右侧第2行，开头直接钩6个锁针，翻面，在第5个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对照图纸钩短针和锁针，
小样这里针数较少。最后一个短针钩完后，在左侧针目上引拔，椭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不用拉紧。第2行完成。继续钩右侧第3行，同样先固定线，翻到正面，然后将线过渡到倒数第2个动眼位置，立一个锁针，同一个动眼钩一个短针，2个锁针，左侧动眼钩一个枣形针，第3行完成。正常断线，这样右侧最后3行就钩好了。接着钩左侧最后3行，先钩左侧第1行，在正面钩织，对照图纸找到对应的长针减针，在这个针目上接线，立3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动眼钩2个长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对应的长针、中长针和短针。最后一个短针钩完后，在左侧动眼引拔，第1行完成，继续钩第2行，先固定线，翻到反面，将线过渡到对应位置，立一个锁针，左侧相邻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锁针和短针，最后2个锁针钩完后，在第1行边缘长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长针，这个起立针位置不钩，第2行完成，继续钩第3行，立3个锁针，翻面，这个动眼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也就是在动眼钩2个长针未完成针，
然后绕线，将线一次勾出即可。长针两针的枣形针完成。继续钩2个锁针，左侧洞眼钩一个短针，最后引拔断线。这样，中码和大码的身体最后3行就讲完了。我用这个小样继续讲解。如果钩织小码，钩完前面不加不减的行数后，开始钩最后4行。先钩倒数第4行，开头钩4个锁针，翻面，左侧这个大洞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左侧大洞先钩一个中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也就是先钩3个中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将线一次勾出。3个锁针，同一个洞眼钩一个长针3针的枣形针，接着中间都是正常钩织，结尾和开头大致对称。大家对照图纸一直钩完最后4个锁针。完成后，在起立针顶端调2根线引拔，椭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不用拉紧。倒数第4行完成，继续钩倒数第3行，先固定线，然后翻到反面，将线过渡到第一个长针3针枣形针的针目上。度线松一点，保证织片平整。接着立2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第2个大洞钩一个长针，继续对照图纸正常钩织。最后一个长针减针是在这个洞眼和这个长针3针枣形针的针目上钩织。大家将这一行钩完。完成后，继续钩倒数第2行。从这一行开始，要分两边单独钩织，先钩右侧，倒数第2行。开头需要度线，因此先将线固定一下。
然后将线过渡到第二个长针减针针目上，立一个锁针，左侧动眼钩3个短针，左侧针目钩一个中长针，动眼钩3个中长针，完成后，从这个长针减针针目开始，正常钩长针，一直钩完对应位置。结尾钩一个长针与长长针并针，长针与长长针并针就是先在动眼钩一个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在左侧针目钩一个长长针未完成针，再绕线将线依次钩出，右侧倒数第2行完成，继续钩右侧最后一行，直接钩6个锁针，翻面，在第5个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继续对照图纸钩锁针和短针，这里针数较少就不继续钩了。最后一个短针钩完后，在左侧引拔，正常断线，接着钩左侧倒数第2行，在正面钩织，先在对应的长针减针针目上接线，立3个锁针，左侧动眼钩2个长针，然后对照图纸钩织对应的长针、中长针和短针。完成后，在左侧针目上引拔，接着钩左侧最后一行，这里又要渡线，具体位置大家对照图纸，然后立一个锁针，左侧针目钩一个短针，继续钩织短针和锁针，小样针数较少。最后2个锁针钩完后，在起立针旁边的长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长针，这个起立针位置不钩，完成后正常断线。到这里身体就讲完了，接下来需要在身体下方，也就是起针这一侧挑针钩织下摆，第1行在反面钩织，
先将织片翻到反面，找到起立针旁边这个长针的入针位置，在这个入针位置右侧的锁针上挑2根线接线，如果找不准，大致即可。这里我用不同颜色的线演示，大家实际继续用身体的相同颜色钩织。接着直接钩5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第2个长针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，5个锁针。这一行的针法与身体第2行相同，只是短针都要在这一行的长针入针位置钩织，往后短针都是跳过3个入针位置钩一次。继续对照图纸将这一行钩完。最后一个长针刚好在最后这个长针入针位置钩织。第1行就完成了，下摆剩余行数就是钩织与身体相同的花样循环。大家对照图纸钩完对应的行数并断线即可，这样后片就讲完了。继续学习左前片，左前片分为花片部分、领尖、下摆和门襟。首先钩织花片部分，不同尺码的花片部分都是一样的，然后在上方挑针钩织领尖，接着在下方挑针钩织下摆，最后在这一侧挑针钩织门襟。花片有2种，这是花片1，这是花片2。先钩一个完整的花片1，剩余花片都是在钩最后一圈时边钩边连。可以按照图解标注的顺序进行钩织，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调整。具体的花片排布等，请参考结构示意图以及配色表。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开始钩第1个花片，也就是花片1。首先用对应颜色的线进行锁针环形起针，也就是先起5个锁针。然后回到第1个锁针位置，挑1到2根线引拔，圆形实心点表示引拔针需要拉紧，不算1针，这样起针就完成了。开始钩第1圈，立4个锁针，然后在起针的洞眼中钩一个长长针，1个锁针，继续
在这个洞眼中钩一个长长针。完成后再钩一个长长针，结尾要换另一种颜色钩织。也就是先钩长长针未完成针，换对应颜色钩出，长长针完成，同时完成了换线。为了方便讲解，我们将起针的颜色称为原线，后加入的颜色称为新线。接着用新线钩2个长长针，先钩一个，原线和这个线头边钩边包裹。注意，钩第2个长长针时，结尾换原线钩出。可以看到，这里就有了2个新线的针目。接下来就是交替用原线和新线钩织，原线每次钩2个长长针，1个锁针和2个长长针。结尾记得换线，新线每次钩2个长长针即可。这一圈新线总共要钩4次。结尾记得换线，最后在起立针顶端引拔。新线放在后方。这样第1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2圈，这一圈用原线钩织，新线暂停在原处。
先在左侧针目上引拔，将线过渡到左侧针目位置，接着立2个锁针，继续在这个针目上同时钩一个长针，一个长针，和一个3卷长针，也就是绕线3圈，将线勾出，然后依次绕线，将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，重复4次。3卷长针完成，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这个长针针目上同时钩一个3卷长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长针和一个中长针。完成后，在这2个新线的针目上分别钩一个中长针。接下来大家结合图解继续交替钩这样一组针法和2个中长针，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在开头的起立针上引拔连接。第2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3圈，这一圈用新线钩织，原线暂停钩织，可以先将原线固定一下。将新线拉上来，从第2圈的起立针顶端钩出，肚线松紧适度，不要拉太紧。立一个锁针，同一个位置钩一个短针，原线放在后面，然后在左侧3个针目上分别钩一个短针。完成后，找到第1圈，这个锁针，挑这个锁针的前半针，也就是靠近自己的一根线，同时钩2个3卷长针，从下往上穿入这根线进行钩织。完成后，左侧4个针目上分别钩一个短针，
接着钩8个锁针，然后找到倒数第4个锁针，在这个锁针上挑上方一根线，钩一个短针，继续挑左侧锁针上方一根线，钩一个中长针，剩下3个锁针，分别挑上方一根线，依次钩2个长针和一个长长针。为了方便讲解，我们将钩好的部分看作一个组合。我再钩一个组合，首先跳过中间这2个中长针，在这4个针目位置分别钩一个短针，然后挑下方锁针的前半针，钩2个3卷长针，再钩4个短针，然后钩8个锁针，从倒数第4个锁针位置开始，依次钩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2个长针，和一个长长针。第2个组合完成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继续将剩下的2个组合钩完。完成后，在开头短针针目上引拔。第3圈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4圈，这一圈要用圆线钩织，因此将新线固定。首先找到最后这个长长针，右侧相邻的长针，将圆线从这个针目中勾出，立4个锁针，左侧这个长长针针目上同时钩2个3卷长针，
完成后，在这2个3卷长针的针目上分别钩一个中长针，中间钩一个锁针。新线可以包裹一下。也就是将新线带到这个中长针下方，继续在左侧这3个入针位置，分别同时钩2个3卷长针，2个长长针，和2个长针，完成后，在顶端洞眼中同时钩2个短针，2个锁针和2个短针，然后在这3个针目上钩织和前面对称的针法，也就是依次钩2个长针、2个长长针和2个3卷长针。接下来大家参考前面的钩织方法，将这一圈钩完。注意，最后要在开始的入针位置钩一个长长针。第4圈完成，继续钩第5圈，这一圈要同时用原线和新线钩织。先用原线立3个锁针，左侧2个针目上分别钩一个长针，这里将新线带上来。每次都要在一种颜色的最后一针结尾换另一根线钩出。接着用新线在左侧2个中长针针目上以及中间洞眼中分别钩一个长针，另一根线始终包裹。
然后用圆线一对应钩6个长针，完成后，在拐角动眼中用新线同时钩3个长针、3个锁针和3个长针。接下来，大家参考图纸，结合前面的讲解，继续将这一圈钩完。钩完后，新线预留一小节剪断，这样第5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6圈，立3个锁针，然后在同一个位置再钩2个长针。下方跳过一个针目，钩一个短针，继续跳过一个针目，同时钩3个长针，继续每次跳过一针，交替钩一个短针和3个长针。最后一个短针刚好在边缘这个针目上钩织，完成后，拐角动眼，同时钩5个长针。接下来每条边都是在这些针目上交替钩一个短针和3个长针，入针位置之间都是空一针，拐角都是在动眼，同时钩5个长针。大家结合图纸将这一圈钩完。现在第6圈就钩好了，最后将所有线头都藏好即可。
这样一个完整的花片一就讲完了。